妹妹，你看我现在在深圳试验这个长城电脑，这个厂要300个人，中间拉几千个人过来。你看，他还要压身份证，这个长城电脑，兄弟们，你看这就是在深圳，这是深圳啊，特区啊，兄弟们啊，还压身份证，扣押员工的身份证，长城电脑试验啊，说30多个小时。兄弟们，这个厂真是啊，还什么上市公司啊，500强，还压员工的身份证啊。朋友们，今天抽期了，今天我们厂里来了很多人过来面试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现场哈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面试现场哈，今天预计来了60多个人，第一批人已经进去了，外面的话都是第二批。厂里的话是包吃包住，明天可以继续面试哈。中国经济下行，百业萧条，许多全年无休的农民和商人，2025年一整年都没挣到钱，甚至还亏本。而底层的打工人为了多挣点钱，过年也没休息。没挣到钱的人自然不敢花钱，而有钱人也捂紧钱包，不愿意消费。如今新年刚刚过完，很多回家过年的打工人开始焦虑，担心开年找不到工作，不少人已迫不及待地开始返程找事做。本期节目一起来看看中国新年期间大陆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。我真的想不通，我就是想问问，我到底是什么很差劲的人吗？2天就2天，我工作没了，手机丢了，喜欢的女孩也黄了。我妈刚才指着我说白养我了，说我啥也不是。我就想静一静，就想自己安静一会儿，就这么难吗？大年初3了，年都快过完了，但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。这几天呢，就是亲戚，比如说见了我啊，第一句话永远都是“哎呀，工作怎么样了呀？”然后我就只能笑着说挺好的，挺好的，然后还不错，然后说之前上一份工作已经离职了，就是搪塞过去吧。其实我内心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已经在 Boss 直聘上刷了快有3-4个月了，真的，我年前就在刷，因为人家说年前不好找工作呀，因为大家都不离职啊，对吧？你年后的话会好找工作一点。但是呢，我发了很多的 offer 出去，已读不回，然后呢，薪资只有3000块钱的，而且还是薪资只有3000，然后还是单休，或者是那种大小周，我都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种大小周。我感觉这个年过得就跟一个周末一样，过完就完了，没有一点感觉。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复工的焦虑，就有工作的开始焦虑要上班了，不想上班，但是不上班又没钱花，没有工作的就更焦虑了，要愁找工作，每天又要躺到出租屋里面去投简历。然后看着 Boss 上面的已读不回，真的想想都是很焦虑的。像我这种算是自由职业者吧，不用打卡上班的，我也开始焦虑了。可能是因为这种集体性的情绪会传染吧，就感觉这个春节假期就像一场梦一样，很快就结束了。过完年了，马上又要离开家，去大连打工送外卖了啊！我越长大越发现一件事了嘛，就是说能留在老家，能养活一家的男人的人，才是真正有本事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不管你干什么，种地啊、开店啊、打零工，只要你能在家门口把钱挣了，你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的嘛。就像我们这种人的嘛，一年回家3-4趟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啊。很多人都说啊，3000块钱算什么？我买2瓶酒都不止3000，我买件衣服都不止3000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日子都这么好过了吗？啊？你知道大部分普通家庭一年的存款都没有5万块钱，很多人拿到钱不是还信用卡就是还网贷，要不就是还车贷、房贷，还有各种贷，一还哪还有钱呢？我现在真的是迷茫到爆炸了。我是04年的，今年21岁了，马上就22岁了。我出来上班3年，1分钱没存到，现在到欠1万多块钱。欠1万多块钱就算了，我现在还特别懒，就是懒到爆炸那种。每天就是躺在那个床上，一躺就是10几个小时，而且心里没有负罪感了，就是偶尔会迷茫一下。往年过年，中国可说是家家户户都会提前采购大量年货，大包小包往家搬，年味浓厚。但今年情况明显不同，普遍都不愿意花钱消费。有民众说，不知道为啥今年有钱没钱，大家都不消费了。今年市场上店家备的货也足，但就是没人要。也有网友说，去年在外打工，1年下来没挣到钱，
过年家人想吃羊肉，但自己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心里很难受。今天是大年初四，这是我的老家，你看已经没有人了，你看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在外面打工了，已经出去了，出来溜达都见不到一个人了。再过2天大门紧闭。你看一下我们老家还有一点年味吗？再也找不到小时候那种感觉了。我记得小时候过年非常的热闹，到处是成堆的成群的人。你看现在从东头到西头是不是空空荡荡，整个村里一个人都见不到，一点年味也没有了。你们那边呢也是一样吗？这东西一动不动哈，啥也不卖啊。你说豆芽都不卖不动吗？你说过年排骨、龙虾、鲍鱼加上豆芽，这不都是大菜吗？哎呦，豆芽也不动，啥也不动。今天那卖肉的都卖不动，太搞笑了。哎呀，你看今年子过年那个街上好萧条咯，个超市里头叫做冇生意，发生的冇生意，掉头。年初二人都去哪里了？都不串亲戚嘛？看看这，闲了跟啥一样，都没有人啊，到处都没有人啊。超市也没啥人，人都去哪里了？俩老板搁这歇着。多位常年旅居在海外的华人回到中国过年，却发现上海、北京、济南、南宁等多个城市异常冷清，甚至犹如空城。从年夜饭、菜市场到商场、集市，从5星级酒店价格暴跌，到小摊贩无人问津，再到烟花禁令、年味消失。这不仅是过年热不热闹的问题，似乎也是民众挣扎求生的缩影。今天礼盒卖了快不快？今天总体的生意先说，比这往年错多少？我一半还多嘞。有那么夸张没有啊？我一点不夸张了，我那么多啊？做到超市一天2个字，看看今年2年一天1个啊。今天飞跑干包干去？跑干去，跑昨天，跑到今天的第一个天。今天已经是腊月23了呀，按理说应该也会跑了呀。跑了，今天那个好像是持平平哈。今年总体来说是赔钱状态现在啊。对，现在确实赔钱。过年前感觉这个进少了，那个进手了，这个不够卖，那个不够卖。年一过完，这个卖不动，那个卖不动。看一下我的年货，红牛看到没有？还有一堆，这里还有一堆，总共进了400箱红牛，大概只卖出去100箱红牛。还有王老吉进了400箱，你看一下，还有这么多没卖掉。你看一下街上。大家都堆得满满的啊！看一下，已经空荡荡了。那些做生意的，不管是餐饮啊，还是服装啊，各个行业都是大年30都开启门的，包括初一、初二都没有放假，今年只是特别的卷。结果呢，我今天来上班出路，今天才出路，我明显感觉外面的车少了一半了。真的是现在外面回来的人，他们也卷都走了。以前至少是过了15的话人才会少，现在是直接出路都少了一半了。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大环境不好，还是哪个呀？都卷起来了吧？必须要卷起来呀！你们过年期间出来玩，有没有遇到物价刺客？我这2天摆摊真的是刷新了我的3观哦。那个小气球。就天上飘的那个小孩玩的那个，平时5块钱一个，过年15、20。还有那个3盒米饺，本来是1块钱的，涨到5块钱，有价无市，排队买。还有那个炸串啊，平时蔬菜大概在1块到1块5一串，就已经不算便宜了啊。过年期间3块起，这都不算啥，人家还偷偷的给你加钱，比如说15块钱，他说20，对吧？大家都着急忙慌的买完东西就走，没有人算这个价格。平时跑步的大半时间在路上，回家的时间口吃口数，
结果今年过年，今天都正月初2了，我还在守铺子，街上是冷冷清清，车子都没得几辆，行人呢更是少见，硬是不晓得大家跑哪里去耍去了。看到那个阵仗呢，心里啊是拔凉拔凉的。看来2025年的生意又是难啃的骨头。家人们看看啊，这一到节都关着门呢，煎饼摊也没开门呢，都我个人开着门呢。这人也不干了，这边也不干了，我是干是不干呢？我家没人。他家没人，他家也没人，他家也没人，他家也没人，那里都没人，这下我就放心了，大家都一样穷。常年往返中美的自媒体人梅大师，新年期间在上海、北京、山东济南待了一段时间。他说，走在上海街头去餐馆吃面，到超市买东西，印象最深的就是街头见不到什么人，济南街头看是同样情况。比如上海浙江路桥、福建路桥一带，离南京路步行街走路不到10分钟。原本是老市中心，但现在大片房子空着，很多居民已经搬走。上海云南路美食街也在市政动迁范围，很多老字号陆续离开，居民走了，烟火气也没了。他发现一个现象，市中心腾出来的地方建了很多商场，但原住民已经被迁去郊区，只剩游客和网红打卡。结果就是商场刚开业热闹几天，生意很快变冷清，因为真正的消费人群已经不在附近生活了。另一位移民加拿大的博主凤姐也在自媒体视频中说，今年是她40年后第一次回老家南宁过除夕。她说，白天上街散步都看愣了，繁华的大街上几乎没人，也没什么车。以前主干道是车流不断的，南宁仿佛成了一座空城。当时自己就觉得到处空荡荡的，心里也变得空荡荡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凤姐感慨说，只有路灯柱子上挂的红灯笼提醒这是过年，但周围却空荡荡，反差非常强。说实话，我也想一直在家躺到初9再看门仪，可现实不允许。每个月雷打不动的要还债，少干一天就少了一天的收入，不干就特别焦虑，只想赶紧把债还完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干餐饮。正常都是初7、初8搞卫生，初9备货，初10才开门营业。但是今年今非昔比啊，只能说这2天没开门的老板去年应该都赚到钱了的，像我这种没有赚到钱的，只能提前开门营业。各位老板们，你们今年囤货了吗？你们看一下我囤的牛奶，就囤了这一些，我都有点担心我的这些牛奶卖不出去。我感觉今年的生意实在是太差了，我一天啊，都临近过年了，一天卖3、4千块钱。去年的这个时候随便怎么地，他好歹能上个5千嘛，那今年是真的是惨不忍睹啊。新年的礼盒这些我也只敢上一点儿这种啊。像这个是有售后的，如果没有售后，我根本就不敢上礼盒。所以说今年的生意啊，真的是好惨呐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